同学们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舌态。舌态是指舌体动态。正常的舌态表现为舌体柔软、活动灵活、收缩自如，这是脏腑机能旺盛、气血充足、经脉调匀的表现。要判断一个人的舌态是正常，并不需要这个人将舌头伸出口外动一动才能判断，而是只需要通过这个人的语言行为就可以判断了。一般来讲，只要言语正常，舌体的动态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常见的病理舌态主要包括微软、僵硬、歪斜、颤动、吐弄和短缩6种。这6种舌态的变化通常预示着病情比较重。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种病理舌态——微软舌。微软舌是指舌体软弱无力，不能随意收缩自如，言语困难的一种舌态表现。微软舌多见于阴虚或者是气血两虚的病人，这是因为阴液亏虚、气血亏虚，使舌际经脉失阳，而使舌体微软。其中，舌体微软而舌色红绛、舌苔少或者是无苔者，多见于热病伤阴或阴虚火旺的阴虚症。舌体微软、舌色淡白或枯白无华者，多见于气血两虚、舌体失阳所导致的。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病理舌态——绛硬舌。绛硬舌是指舌体失去柔和、活动不灵、语言减涩的一种舌态表现。绛硬舌虽为局部的表现，但与内脏病变关系密切，多见于热入心包，或为高热伤津，或为风痰阻络等病症引起的。如果绛硬舌见有舌红绛而少津、苔黄，多因邪热炽盛、热入心包、扰乱心神所致。如果舌体绛硬、舌体胖大、舌苔厚腻者，多因罡风夹痰、风痰阻络所致。如果舌体绛硬伴肢体麻木、语言减涩、偏瘫眩晕者，多为中风先兆。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病理舌态——歪斜舌。歪斜舌是指伸舌时舌体偏向一侧，或左或右的一种舌态变化。歪斜舌多因为罡风内动、夹痰、夹瘀、痰瘀阻滞一侧经络而导致的。经络病变的一侧舌肌收缩无力，而健侧舌肌收缩正常有力，因此伸舌时舌向健侧偏斜。歪斜舌通常见于中风或者是中风先兆以及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种病理舌态——颤动舌。颤动舌是指舌体不自主的整颤抖动，轻者伸舌时颤动，重者不伸舌时也颤动不灵。颤动舌多为罡风内动的征象，可因为热盛、阳亢、阴亏、血虚等所导致。其中，久病舌淡白、舌体颤动者多属于血虚动风；心病舌降紫而舌体颤动者都属于热盛动风；舌红少津少苔而舌体颤动者都属于阴虚动风或肝阳化风。此外，长期酗酒、久毒内蕴之人也可以见到舌体颤动。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五种病理舌态——吐弄舌。吐舌是指的舌伸出口外慢慢缩回的一种舌态。弄舌是指的伸舌后随即回缩或反复舌势口唇四周调动不灵的一种舌态。吐舌和弄舌一般都属于心脾有热。吐舌还可以见于郁毒攻心或正气已绝的病人，弄舌多见于热盛动风的先兆。此外，吐弄舌也可以见于智力发育不全的患儿。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六种病理舌态——短缩舌。短缩舌是指的舌体卷缩、紧缩不能伸长者，严重者舌不抵齿的一种舌态。短缩舌多为病情危重的一种征象。一般来讲，舌短缩、舌色淡白或者是青紫而润滑者，多属寒淋经脉、
舌脉挛缩或气血虚衰、舌湿充阳所导致的。如果舌短缩、舌色红绛而干，都属于热病伤津、经脉挛缩所致。如果舌短缩而舌体胖大、苔滑腻者，都属于风痰阻络所导致的。此外，先天性的舌系带过短，又称为半舌，也可以出现短缩舌，但没有全身的症状，因此没有辨证的意义，可以通过手术矫正。这种半舌应该与短缩舌鉴别。以上是我们学习的6种舌态。一般来讲，只要能言语正常的人，舌态通常是正常的。而出现这6种病理性的舌态变化，通常病情都比较严重。本节课就上到这里。